俄军集结1800辆坦克，却打出了0-30的战例，装甲洪流攻势不可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是风云变幻，有点让人难以适应。以瓦格纳为主的俄罗斯雇佣军刚刚在巴赫穆特方面获得了一些战果，俄军就在红利曼和克里米纳展开反推，乌军似乎进入了防守状态。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俄军又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国防部长宣称，俄军将在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势。乌军高层估计，俄军已经准备好了1800辆坦克、3950辆装甲车、81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还有400架战机、300架直升机和2700门火炮等等。按照基辅的说法，未来10天左右，俄罗斯军队就会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装甲洪流攻势将会上演。乌克兰方面声称已经准备好了，顿巴斯有可能出现俄乌大规模交战的场面。与此同时一段俄军在乌赫勒达尔方向进攻的场面被曝光，有人认为这是俄军冬季攻势的一个标示。不过，由于俄军海军陆战队某部执行的这次攻击任务打得并不好，乌克兰军队仅仅使用地雷和火炮就打掉了一个俄罗斯装甲营，共有31辆坦克和装甲车被乌军摧毁，俄军实际的人员损失可能更大。而乌克兰方面称自己的坦克装甲车的损失为0，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俄罗斯军队再用装甲洪流的方式进攻乌克兰的坚固阵地，还划算吗？其战法是否应该改变呢？首先，开春后乌克兰的土地将陷入泥泞期，而距离这个节点可能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俄罗斯军队可利用的进攻窗口期并不长。今年是暖冬，乌克兰土地被冻硬的时间比较晚。如果2月20号左右展开装甲洪流推进，一旦进展不顺，很可能又会出现俄军装甲力量被堵在硬化路面的情况。而且以乌军现在的准备情况而言，俄军完全有可能成为对方炮兵、地雷和反坦克导弹的活靶子。其次，乌克兰军队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善的远程反装甲作战体系。今年的乌克兰军队不像2022年2月份时毫无准备，几乎在所有的防御方向都有了坚固的工事，而且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在反装甲作战体系准备方面，乌克兰有西方卫星提供的情报支持，还装备有大量的无人机、神剑精确制导炮弹、远程制导火箭炮、反坦克导弹、榴弹炮、反坦克地雷等等。如果俄罗斯军队仍使用传统的装甲洪流推进方式，而且主要是依赖硬化路面行进，那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一旦俄军宝贵的进攻力量被消耗，反而有可能会出现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最后，从这次的作战行动看，俄军仍未解决空地协同和网络作战的问题，其地面装甲力量的推进无法与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密切配合，地面装甲作战力量之间也没有实现网络化作战，仍属于以平台化为主的作战思路。在缺少空地协同、缺乏对战场态势感知的情况下，集中装甲力量突击布置有大量地雷的乌克兰防线是很不理智的。被炸伤的坦克真的有可能会成为活靶子。俄乌冲突目前呈现的局面主要是消耗战，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一波攻击就将对手打服。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某个方向依靠空地协同打出灵活机动的进攻战术，甚至只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打，或者只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战方式打。俄罗斯军队是不是要在春天到来之际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装甲攻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前选择的这种作战样式真的是并不划算，甚至有可能就是乌克兰军队希望看到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大家都懂，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陆权，而不掌握制信息权就很难夺取制空权。如何搞好空地协同作战非常关键。相信俄罗斯军队不会再走
去年春季的劳碌。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